无心插柳绝对让人惊喜，而技术的革新才能开启美食的新时代。东汉时期，磨面技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原，通过新安县的汉函谷关进入东京洛阳，从此面粉成了中国餐桌上的主角，而面食在这儿也被做得各具特色。你确定咱今天就吃这蒸饺？我们可不是蒸饺呀，我们是汤面饺。看一下，我们是肥面。可是这看起来跟蒸饺也没啥区别啊。蒸饺大部分用的是死面，我们用的是开水烫出来的面皮。你吃吧，保证口味不一样。滚烫的开水分次倒入筋度超高的面粉，沸水把面筋烫软，换来了面团更加柔软的体魄。对于水温和水量，和面师傅早已了然于胸，堪比 AI 的精准掌控，造就了既软又筋的绝妙口感。普通的水饺这个皮有点厚，有点黏，没有这个烫面饺筋道。饺子皮儿有筋道，特别有筋道。我觉得它这个皮儿啊，非常小姑非常娘，你这样吃可是不地道。啊，这还讲究地道不地道？刚上桌别急着吃，凉了更有惊喜。竟然还有人不让热着吃的，我倒要看看有啥不一样的。刚我们吃这个皮儿都已经非常筋道了，这样凉了之后，这个皮儿就更筋道了。你看这个皮儿，我们用手撕一下，非常的有阻力，就是能看得到它这个非常的有弹性、有韧性。微凉的烫面饺筋道有嚼劲，而筋道的附属品也刺激着多巴胺的分泌。麦芽糖在高温的刺激下从淀粉中分解出来，在大肆咀嚼之后留下丝丝回甜。皮儿就是吃着比较有嚼劲儿吧，然后弹性比较足，特别的筋道，口感特别好，还有一种甜甜的味道。在平凡的外表下，入口的嚼劲、隐隐的甜头，都让你感受到了面的活力，也是属于烫面饺最柔软的记忆。那这个皮儿那么有特点，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呀？第一代传人也就是我太爷，当时在新安县火车站开了一个小饭店，有些旅客急着赶火车的，就是带水饺，水饺它那个泡了以后，它那个面皮会粉，它不筋道。于是他不断的把这水饺和包子给它钻研，发明了烫面饺。这个猪肉大葱馅儿，加上这个浓郁的汤汁，加上这个非常非常筋道的面皮儿，一口下去，哇，绝配啊！这都是有秘方的。第一是我们盘馅儿时候必须得顺着顺时针给它打，必须加入高汤比较香。然后另外是我们加油的大料面，有100多年历史了。猪肉3分肥7分瘦，打成肉馅儿，是无数吃货验证过的最佳比例。大葱适时的加入，和肉中的优质蛋白结合，瞬间激发出肉的香味儿。一盘好馅儿，同样少不了煲汤的调和，鲜嫩多汁，畅快淋漓，灌汤的高级感迎面而来，更给面皮增添了一丝诱人的柔润。除了猪肉大葱馅这不可撼动的搭配，韭菜鸡蛋、山野菜、虾仁等等也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面皮儿也不断升级出红薯面、火龙果面，让在西安火车站诞生的烫面饺，随着陇海铁路走遍中原大地，领教了烫面饺的筋道。在洛阳的另一个小县城肉盒，这个听起来普通至极的名字，却展现出洛阳面食的另外一面。这看起来不就是饼夹肉吗？怎么还会有咔嚓咔嚓的声音？
哇，怪不得这个饼它居然是脆的。我们平时吃的肉夹馍，它那个饼是软的，而且它那个汤汁会吸到饼里，到最后吃起来就有点黏糊的感觉。但是这个饼它是脆的，就像嚼饼干一样，而且这个脆脆的饼加上这个软的肉，哇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！不行，我得再吃一口。这个饼太特别了，我得去看看。肉盒好不好吃，首先要看打饼师傅的手艺，这绝对是功夫活，讲究的是一气呵成。那你为啥要甩一下？我觉得甩一下可酷啊！为了让面更好均匀，火一烤，它会很容易鼓起来。啪啪的摔面声，左手横搓，右手竖搓，制饼的精髓已然化为肌肉记忆。一天几百个饼，形状大小不差分毫。它这馍是现打的，吃着可焦可酥。那个饼就是死面做的，然后中间加一点发面。打好的饼胚在鏊子上烙到80%熟，马上转入炉火炙烤。超高的炉温让饼的表面急速硬化，发面饼心也微微鼓起。不同于一口掉渣的酥脆，这种敲起来咔咔响的焦脆，带给牙齿的是咀嚼的爽快和无比的解压。横切一个小口，轻轻一捏，面香扑面而来。用这烫手的脆饼加卤肉，才是最地道的固馅肉盒。这是24厘。哇，这刚上来的饼，嘎嘎脆啊，弹起来都能听到这样的响声。这样卤肉一凉和这个刚好的饼这样热的一凉一热的组合，让这个肉吃起来一点都不腻，太好吃了，太满足了。刚出锅的热饼外壳又薄又脆，凉调的卤肉满足了肉欲的同时，更加清爽利口。饼的热又恰到好处地激活了凉肉封存的香。这一脆一软，一热一凉，两种反差极强的口感在小小的肉盒上实现了统一，让人过足了嘴瘾。卤肉软烂可口，但一点都香。卤肉就是卤的猪头肉、牛肉，但是蒜汁很特别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嘛。2000年前，大蒜从西域进入中原，就凭借独特的蒜香征服了中国人的口腔。众多香料煮水给料汁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涵。大蒜素从粉碎的大蒜细胞中喷涌而出，淋在卤肉上，直接让肉香提升2个等级。蒜汁嘛，对，这都是特色灵魂。看似不起眼的黄瓜丝，及时补充上了蔬菜的清爽和营养，荤素搭配，吃起来毫无负担。我一次一般也是2个到3个吧。3个。刚好。有人偏爱烫面饺的筋道，有人中意肉盒的焦脆。沿丝绸之路而来的面粉，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。每个人都能在洛阳找到自己最爱的那一口。这是洛阳人对于面食的偏爱，也是这座城对味道的追求。